意外穿进恐怖游戏，满手鲜血的男人对我阴郁一笑，想活命就快跑。所有人都四下逃窜，只有我哒哒哒跑到他身前。男人挑眉，不是让你往我这边跑。我仰起头，你这么厉害，肯定能保护我的，对吧？男人愣住了，弹幕都在骂我作死，眼前人却轻笑一声，是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后来，在男人的一路带领下，我速通所有关卡。结算时，其他玩家纷纷好评，好幸运哎，一路上都没碰到过终极 BOSS。弹幕吐血 ，BOSS 已被牵至3600秒。我睁开眼睛，一脸茫然。我明明在睡觉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一块圆形地界，周围一片血红色浓雾，高耸入云的大树密布其中，连太阳光都被阻隔在外，只能在天上看到一个橙色的光斑，并且与平常看到的大树颜色不同，这些树都是黑色的。这难道是我梦里的场景吗？用力捏了捏手臂，痛感传来，证明我并不是在做梦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周边好多同我一样茫然的人。此刻，我们都在面面相觑，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正当我们疑惑时，头顶忽然响起一个欢快的声音，有点像某导航软件里的小团团。欢迎来到恐怖游戏副本，被运气操控的一生。我们的宗旨是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哇，今天又是看运气的一天呢，来看看大家用来保命的运气值有多少吧。话音刚落，每个人的右手手腕内侧都浮现一道绿色亮光，大家纷纷低头望去，上面的数字若隐若现。待看清手上的突数字时，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泣声。怎么才50运气值？哎嘿，我居然有80哎！我95，应该是最高的了吧？大家好像适应得很快，各自分享着信息，神情各异，有人欢喜有人忧，一时间氛围复杂极了。只有我看着手腕上的0，沉默了。出 bug 了吗？我擦了擦自己的手腕，又朝高处晃了晃，上面显示的数字0既不上升也不降低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。我撇了撇嘴，我有那么倒霉吗？与此同时，在我们玩家看不见的地方，弹幕沸腾了。乐疯了，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副本里看到0运气值的玩家，长得挺乖巧漂亮的，可惜了。点一根烟，为他默哀3分钟。楼上的，我配一包配图式薯条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扛不住压力了。哎呀呀，我怎么才20运气值啊？这什么破地方啊！快放我出去！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妈妈！呜呜！他捂着眼睛，漫无目的地跑进四周的浓雾中，试图找到可以出去的路。可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进去，最终都会回到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。他的身影消失又出现，反复几次后，他望着我们的脸，崩溃了，瘫坐在地上开始大哭。一颗石子掉进平静的湖面，会泛起阵阵涟漪。很快，其他那些低运气值的玩家也受到他的情绪感染，纷纷低声抽泣起来。一时间，悲伤的气氛笼罩了这方天地。但下一秒，欢快的声音却在头顶不合时宜地响起：“请保持2人一组，运气值越接近100，遇到 BOSS 的概率越低哦。时间紧迫，赶紧寻找合适的伙伴吧。”大家茫然一瞬，纷纷开始行动，穿梭于人群中。我也走到大哭的男孩子面前，朝他伸出手：“朋友，别哭了，我可以和你组队。”他看了一眼我手腕上的数字，立马止住了哭声。哈哈哈，我居然不是最低的，怎么有人0运气值啊？哈哈哈！他眼泪还挂在脸上，指着我的手腕，捂着肚子狂笑。哎，不是，你礼貌吗？周围朝我投来视线，里面夹杂着3分同情，3分轻蔑，还有4分幸灾乐祸。大家的注视如同一把利剑将我贯穿。我默默收回了手。组好队伍后，请在天黑前到达森林别墅，路上会碰到不同等级的妖兽，请尽全力逃跑吧。运气值低的玩家碰到终极 BOSS 的可能性更大哦。谁才是那个幸运儿呢？嘿嘿。特别提示 ：BOSS 代号谢微型，遇到他请绕道走哦。副本载入中 ，BOSS 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祝大家游戏愉快。一阵电流声后，声音消失，紧张恐怖的氛围顿时悄无声息感染了每个人。意识到出不去以后，大家自发寻找队友，不一会儿就组好了队。除了我，我望向刚才那个男孩，他轻蔑地哼了一声，转身便躲得远远的。果然，运气不好的人在哪里都不会获得优待。我只好搜刮附近，试图找到和我一样落单的玩家。就在这时，周围浓雾渐渐消散，我们所处之地扩大了数倍，几条大道出现在眼前。随着浓雾散去，我们才发现周围立着许多怪物，这应该就是系统所说的妖兽。那些妖兽面目狰狞，龇牙咧嘴，尖利的牙齿和指甲锋利至极，感觉1秒就能撕碎一个人，而且腿部肌肉发达，看起来迅捷无比。我害怕地咽了咽口水，我真的能跑得过他们吗？但唯一的好处就是他们现在一动不动，应该是游戏还没正式开始，所以被封印了。而且只要小心谨慎，碰到他们的概率应该会小很多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内心还是焦虑了起来，因为我还没找到能组队的队友。目之所及，全是两结伴而行。0运气值，证明我将会是碰到终极 BOSS 概率最大的人。连普通妖兽看起来都那么厉害，那 BOSS 得有多强大呀？
我连想都不敢想。紧张过度，我下意识搓了搓手腕，周围血红的浓雾再次翻涌，从中缓慢走出一个身影。那是一个满身鲜血的男人。男人身形颀长，宽肩窄腰，目测1.9米往上，一身黑色冲锋衣，脚踩马丁靴，手上还抓着个妖兽的断头。他五官挺拔，脸上溅满了鲜血，眼神冷漠，看向我们的眼神像在看一条狗。我在内心感慨，这位帅哥玩家来得可真晚啊！此时此刻，弹幕却炸开了。天崩开局，这下是真没了呀！这群新人可真倒霉。终极 BOSS 一般会随机刷新地点，没想到这次刷新在了出生地。这位 BOSS 最喜欢无差别攻击了，而且完全是看心情杀人。猜猜这把能活下来几个？又到了也最爱看的玩家和终极 BOSS 你追我赶的经典环节。男人随手将妖兽头颅一扔，那沾满了血液的头颅滚到我脚下。人群下意识后退了几步，脸上皆是惊惧的神色。男人似乎很满意我们的反应，他舔了舔嘴角的血，盯着我们这群玩家看了几秒，忽然扯出一个阴郁的笑容。想活命就快跑！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下一秒作鸟兽散。速度快的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有一阵风吹过。他们两组队，朝着刚才出现的那几条大道狂奔。很快，整个出生地只剩我和最后出现的男人。大地有些颤抖，周围的风镜开始松动，妖兽们也蠢蠢欲动，蓄势待发。要来不及了，没人和我组队怎么办？那我就主动出击。于是，在大家都四下逃窜的时候，我朝着相反的方向，哒哒哒地跑到男人身前。男人正低头，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上的血，额前碎发散落几根，遮挡住那双好看的眼睛。看到我，他挑了挑眉，不是让你往这边跑。BOSS 虽然杀人不眨眼，但有一点好，游戏正式开始之前是绝对不会攻击玩家的。BOSS 这个眼神看得出来他心情不太好，这局游戏玩家凶多吉少啊。刚解决完暴动的妖兽又要来上班，换谁心情都不会好。男人朝空中的弹幕看了两眼，轻嗤一声，继续低头擦血。我抿着嘴唇，你能和我组队吗？虽然我目前的运气值是0，但是他肯定会涨上去的。其他的不用管，先画个大饼。男人动作一顿，他不可思议地望向我，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。你刚才说你的运气值是0？我不好意思地点头，对呀，你的运气值是多少呀？你刚才来得晚，可能没听到。他们说2个人的运气值加起来越接近100就越安全。男人没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盯着我。我悄悄看向他的手腕，却只看到一道狰狞的疤痕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男人蓦地收起手，他语气冷漠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我不需要运气值，因为我只会把他们都杀掉。他生得极白，手背上可以看到蓝绿色的血管。此时此刻，在脸上红色鲜血的衬托下，那张冷漠的脸显得特别妖冶。等等，他刚才说把他们都杀掉。他出场还提着个妖兽的脖子，我脑子里飞快闪过某些血腥的片段，与眼前的男人串联起来。手撕妖兽，这位不会是1等1的大佬吧？我一定要牢牢抱住这根大腿。心里这么想着，我也是这么做的。我一把抱住他满是肌肉的手臂，大佬，你好厉害呀！男人微微蹙眉，弹幕汗颜。傻孩子，按照游戏规则，你是第一个被他拧断脖子的玩家呀，不是，他怎么敢抱上去的？楼上0运气值，跑也没用。我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仍然努力仰起头。大佬，你这么厉害，肯定能保护我的，对吧？望着我天真的笑颜，男人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偏头轻笑，笑声清润，和满手鲜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他胸膛的震动自手臂传到我身上，我感觉到身体在发热。笑了好半晌，男人才低头凝视我，同时伸出沾满鲜血的手。完了 ，BOSS 生气了，让我们恭喜第一个出局的玩家。先下线几秒，徒手拧断脖子还是太血腥。男人却出乎意料地揉了揉我的头顶，声线慵懒诱人。好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小倒霉蛋。我愣了一下，抱得更紧了。谢谢大佬不嫌弃我，呜呜，你人真好，不仅长得帅，连声音也那么好听。身旁的男人顿了一下，哎呀，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快速捂上嘴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男人的神情。突然想到什么，一敲脑袋，哎，对了，大佬，我叫袁威，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男人沉默了几秒钟，唇角勾起，他朝我歪了歪头，一字一兔顿，我叫谢威行。原本吵闹的弹幕顿时安静下来，只有零星几条在滚动。完了，游戏结束 ，BOSS， 我叫你绕道而行，问得很好，下辈子不要再问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顿时瞪大了眼睛，随即一脸兴奋，哇，你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和这个副本的终极 BOSS 一模一样。弹幕再次沉默。不是，我很想挖开这姐的脑袋，看看她的脑回路是怎么长的。这姐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是吧？谢微行，见她没什么反应，我也放松下来。踏进大道那一刻，背后一阵妖风吹过，浑身汗毛顿时竖起，搓着手臂回头，那些原本伫立着妖兽的地方空无一物，看来他们都分散到了森林各处。迷雾森林危机四伏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
我和谢微行走在路上，他身量高，步子也大，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。周围都是浓雾，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潜藏的危险。因为害怕，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角。就在这时，手腕上传来一阵暖流，上面出现了一小块透明区域，连接世界频道。我才发现，这副本里有20个玩家，每个人的头像都是自己的照片，大家你一条我一条，密密麻麻的信息布满了屏幕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刚才碰到一只妖兽，死活追着我不放，还好老子跑得快。我们目前还没碰到妖兽哦，运气值高就是好啊。我们运气值低的也没碰到啊。话说有人见过终极 BOSS 了吗？没有，估计在抓刚才那个零运气值的吧。那真是太可怜了，来自运气值95的玩家。大家愉快地交流着，气氛融洽。可就在这时，频道里一阵血雾爆开的声音，有人的头像变成了血红色，上方提示现存玩家16名。随即传来几个视频，视频自动播放，内容是那几人惨死的画面。玩家双眼无神，胸口被掏空，血流了一地。妖兽站在尸体旁边，咯吱咯吱地啃着手里仍在跳动的心脏。一时间，频道里静极了，仅有妖兽啃食的声音回荡在耳边，反胃感涌上心头。我猛地捂住手腕，蹲在路边干呕起来。谢微行原本的步伐停住，他看到了我手腕上的视频，心下了然，然后笑着问我：“你很害怕？”我点点头。频道里的信息重新滚动，这几个不是高运气值的玩家吗？怎么会？还记得系统所说的话吗？没有绝对的公平啊！我要疯了！我刚才还见到过他们，那我现在岂不是离妖兽最近？先走一步，再见。与刚才的气氛不同，现在生死攸关，闹得大家人心惶惶。高运气值尚且如此，一想到自己低到可怕的运气值，我又开始祈祷，希望我们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谢微行闻言摇了摇头，晚了。什么晚了？他指向不远处的路口，那里赫然站着一只龇牙咧嘴的妖兽。那妖兽淌着口水，浑身毛发炸起，显然一副饿极了的状态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向我们冲过来，反而站在原地，满身警惕，喉咙里发出阵阵压抑的低吼声，仿佛在忌惮什么。这是最低级的妖兽，没有心智，酷爱人类心脏 ，BOSS 对其有精神力压制，但玩家对他不是有致命的吸引力吗？他怎么不冲上去把玩家杀了呀？妖兽，你以为我面对的是谁？是副本战斗力第一。妖兽，你行你上。我们与妖兽相对而望，就这么僵持住了。这时，旁边的迷雾里冒出来一个玩家，他好像是迷路了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，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看到我们，脸上由阴转晴，欣喜地朝我们挥手。突然，他身后的妖兽动了，我惊呼：“小心！”可他还没来得及举起手，就被妖兽刺穿了胸膛。我猛地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他呆滞地望着胸前突出的妖兽手臂，眼底渐渐没了光彩，随即头一歪，彻底失去了声息。肉体撕裂和妖兽啃食的声音回荡在林间，像根刺一样挠着我的脊椎。亲眼所见的威力远远大于视频。妖兽一边疯狂进食，一边警惕地看着我们。此刻，他嘴角和手上的毛发都沾染上了鲜血，显得更加可怖。我拼命压抑着翻江倒海的胃，不动声色地挪动脚步，躲到了谢微行身后。怎么办啊，大佬！天上的弹幕滚动。妖兽的本能让他此刻在动手与不动手之间反复横跳。BOSS 不主动释放精神力，妖兽怎么会不敢动手呢？这也太犯规了吧！谢微行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来杀人的，不是来保护人的。啊，行，你来真的呀？那我被你拧断脖子的那些年算什么？谢微行，你这里欠我的指着脖子，用什么还？谢微行朝天上看去，若有所思。可在我眼里，他分明是一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模样。难道要我这个4只简单的绣花枕头发起进攻吗？我抿了抿唇，决定使用激将法。我戳着手指头，大佬，你是不是打不过他呀？话音刚落，周围气温骤降。哈哈，捂嘴，激将法，你算是激到痛点了，传下去。副本武力值第一的谢微行，不行，一句话，让恐怖游戏 BOSS 为我冲锋陷阵。谢微行似乎被气笑了，他难以置信地低头望来。我打不过他，可能是伤到了男人的自尊心，我急忙找补。哎呀，打不过不丢人，反正又不一定要打架，只要跑到目的地就算成功，我们快走吧。我拉着谢微行的手，想直接越过正在进突时的妖兽，可我却拽不动他。他纹丝不动站在原地。怎么啦？望着不远处的妖兽，谢微行悠悠开口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质疑我的能力。说罢，他面无表情，轻轻推了推我的狗头，站远点，别误伤到你。我被踉跄着推到一边。谢微行身形一动，我只感觉到一阵风吹过我的刘海，刘海落下时，妖兽已经身首异处，无头的尸体直挺挺倒下，与刚才死去的玩家重叠在一处。谢微行则拎着妖兽的头颅，背对着我。BOSS 战斗力恐怖如斯，2.85秒一个妖兽，
比上次快了一点。谢微行，我封你为 second man。boss 说他记住你了。恶魔的低语，哈哈哈哈！谢微行朝天上说了句什么，随即转过头来，他轻轻掂量了下手中的断头，然后将它随手一抛，那断头再一次滚落到我脚下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谢微行仔细观察我的表情，脸上带着玩味儿。我目瞪口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直接飞快越过地上的残肢，满脸崇拜地望着他。哇，大佬，我就知道你很厉害。谢微行无比受用，脸上流露出微不可察的满意神情。敏锐的弹幕家们开始破防。喂，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身份吗？指指点点，参加过的玩家来告诉我 ，boss 平时有这么傲娇吗？报告，他上次拧断我队友的脖子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们继续前进，不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分岔路口。与我们之前所走的大道不同，分岔路口整条道上都布满了浓郁的雾气。我勉强停下了脚步，手上一阵暖流，血雾之声再次爆开，视频也如期上传。这次的死法不同，玩家是被雾中看不见的妖兽拖走的。浓郁的雾气布满了屏幕，唯有玩家痛苦的尖叫和妖兽进食的声音。在我们通过上个关卡的期间，又有好几位玩家出局了，现存的玩家只剩下一半。目前看来，每到一个关卡都会触发玩家的死亡回放。我在频道发送照片问了一句，有人走过这个地方吗？选哪边啊？就在我以为大家都自顾不暇忙着逃亡的时候，有人艾特我了，你怎么还没死？这句话让我愣在原地，一阵不安涌上心头。我为什么要死？我看了下这人的头像，心中了然，这位是开局便哭嚷着要找妈妈还到处乱跑的男生。你组到队友了？到底是哪个倒霉蛋会和你组队啊？我看真是脑子秀逗了。我也噼里啪啦打字，我的队友又强又帅，心地善良，连他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中指，切，不知道是哪个傻逼会跟你这个零运气值的在一起。我的火气腾的就起来了，正想继续输出，身旁男人开口了，这个人是谁？我撇撇嘴，没好气地说，是一个很讨厌的人。谢微行没再问我，眼神若有所思，看向某个方向。寒鸦四起，诡异的气氛油然而生。群里那名男生仍在刷屏，可他刷到一半，突然停顿住了，半晌才发上来一条，我靠，我听到妖兽的声音了，便再也没了下文，估计忙着逃跑去了。我对着面前两条路开始犯难。谢微行侧目而视，不走了吗？我一脸沮丧，我不知道该走哪边。我运气值太低了，2选1的话，可能会选到不好的那条路。弹幕悠悠滚动，其实走哪边都一样啦，反正里面都会随机刷新终极妖兽。终极妖兽稍微有点心智，也没那么害怕 BOSS， 自主行动的几率更大。嘿嘿，好期待玩家走在路上突然被妖兽拖走的场景。楼上，你坏！等等，谢微行是不是在偷看弹幕作弊？我注意到他一直在往天上看，顺着他的视线好奇地抬头打量，可是除了一片雾气，什么也没看到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。谢微行突然攥住我的手腕，走这边。他带着我朝右边走去，一进入路口，视线顿时被雾气模糊。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，所有的安全感都来源于抓着我手腕的那只大手。他真的说到做到，完完全全地保护着我。被握住的手腕开始发烫，如同我的脸颊。安静地走着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直到我脚下莫名其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短促的惊呼后，正要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，突然被人提住了后领。吼！身后传来妖兽的低吼。我心头剧烈一跳，条件反射握紧了身前男人的手，与他十指紧扣。撕拉！身后的手一用力吐，我的衣服顿时4分5裂。短短几秒，我身上只剩下一个小吊带。你爹的色狼！迷雾重重，人与妖兽视线都会受阻。通过这个关卡的诀窍就是不能发出声音，不然妖兽循声而来，下场只有死。我怎么看不见了 ？BOSS 启用了屏蔽权限吧？谢微行，小气鬼！你不用去上班也就算了，还能和可爱的妹子一起玩，我不服，要给你打差评。凉意袭来，鸡皮疙瘩冒起，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喷嚏，手被松开，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。片刻，一件冲锋衣披到我身上，带着男人的体温和淡淡的血腥味。谢谢，离得极近，我的视线不受控制地粘在男人未着寸缕的上半身，宽肩窄腰，线条流畅。1、2、3、4、8块，给我眼睛都看直了。啊呀呀，发出尖锐爆鸣声。再说一遍也一样，我的嘴天生就长在他腹肌上，每次拧断我的脖子都这么有力的原因找到了。老公再拧我一遍，你里面一件不穿是吧？心机 boy。但是我原谅你了。看到这一幕，脖子暖暖的，妖兽的嘶吼声仍在持续，期间不知道被什么打断了一瞬间，又立马卷土重来，蕴含巨大危险的疾风扑面而来，恐慌涌上心头，我转身扑到谢微行怀里，一把撞上了梆硬的腹肌和胸膛。弹幕，我服了爸爸，死丫头吃得真好。谢微行嘘嘘护着我，顺手拧断了妖兽的头，头颅落地，声音沉闷。而后
是长久的安静，直到身前之人出声。他全身紧绷，声音阴哑，仿佛在极力忍耐着什么。你可以出来了。哦，还蛮舍不得的呢。男人攥着我的手腕，一言不发，埋头向前。不知走了多久，迷雾消散，一条湍急的河流映入眼帘，上面有一条吊桥，河对岸是一座爬满了绿藤的别墅。看来这就是目的地，森林别墅。可要怎么过去呢？河流两边被雾气遮挡，看不到尽头。目之所及，只有一座吊桥可以通行。可这座吊桥年久失修，用以落脚的木板七零八落，走在上面，每一步都会无比艰难。这个地方由高级妖兽镇守，势必会将每一个桥上的人拖下水。高级妖兽不受 BOSS 的精神力压制，虽然 BOSS 的综合能力最强，但在水下，双方的武力值为5-5开。手腕上暖流流转，我低头望去，上方提示只剩下8名玩家了。翻看死亡回放，每个来到这里的玩家都选择从桥上走过，但都无一例外的被河流中的妖兽拖下湍急的水流中，尸骨无存。见我在沉思，谢微行又抬头望天。谢微行，你要不要脸？好了，大家闭嘴，不要再给这个男人作弊的机会了。我反复观察着那几个视频，试图从里面找到过桥的方法，可任我翻来覆去的看，都没发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。破败的桥，湍急的水，我沮丧地盯着那，却不小心瞥到岸边。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，突然福至心灵，我知道怎么走了。我拉着谢微行来到河边，河水湍急，波涛汹涌，潜藏着危险的妖兽。按理来说，水流如此湍急的岸边应当是湿透的，可这岸边却干干净净，一滴水也没有。所以过河的关键一定在这水面上。找到路了。谢微行双手插兜，眼波平静。我仰头看他，大佬，你相信我吗？他毫不犹豫点头，你只管放手去做，剩下的我来给你善后，毕竟我说过要保护好你的。他真的，我哭死。那你把眼睛闭上。谢微行听话照做，我牵着他的手也闭上眼睛，视野陷入黑暗，听力在此刻变得无比灵敏，烈烈风声和激流拍打河岸的声响萦绕在耳边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郑重迈出第一步。聪明的孩子，这一关的通关之路并不是那座吊桥，而是看似湍急的河流，你踏上去就会发现，这其实就是障眼法，和平的并无二致。踏上坚实地面的那一刻，周边所有的声音突然停住了，心中一喜，我牵着谢微行的手都紧了紧，愈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殊不知，身旁的男人早就睁开了眼，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还贴心地替我压下头顶炸起的呆毛。谢微行，你哥别太爱了，就是说，人家要是和他接吻，他是不是也会偷偷看？路程比想象中的要短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直到风声与水声再次涌入耳中，我这才喜出望外地睁开了眼睛。面前是森林别墅，背后是吊桥激流，感动的眼泪蓄在眼眶。啊，我居然成功了！我兴奋地抱住身旁的男人，男人身体一顿，颊边飞上可疑的红色。你脸红的泡泡球，你完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日暮西山，余晖在布满绿藤的墙面不停流转，推开别墅尘封的大门，暖黄的光倾泻而出。与来时凶险的路途不同，里面一派温馨，甚至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。一路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我们是到达别墅的第一组，布满饭菜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张粉色卡片，我俯下身去仔细观察，上面用非常可爱的字体写着：晚餐7点后才可食用哦。抬头看向墙壁上的挂钟，此时是5点10分，距离晚餐时间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。我想把这一发现告诉谢微行，却不见他的踪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某个房间出来，原本赤裸的上半身已经套上一件白色短袖，但短袖稍微有点紧身，显得他的肌肉更加诱人了。现在灯火通明，我不敢再像之前那样盯着他一直看，只好翻看频道里的过往消息，掩饰自己肮脏的心。我的队友死了，来到最后一关了，好幸运芜湖，一路上都没碰到过终极 BOSS。我双手合十，对谢微行满眼崇拜，我们也没碰到哎，和你一组果然很幸运啊。弹幕吐血，确实没碰到过，因为你们一直在一起。BOSS 已被牵制3600秒，这游戏还能这样？下次我也这么玩。谢微行眸光微动，没接我的话，反而问起了问题：你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我顿了一下，想到了不好的事情，失魂落魄低下头，随后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个病号单。可能是因为我快要死了吧。我向他展示上面的数据，我得了癌症，无药可救。其实初期的时候，大夫说只要10万块就能治，可我家里重男轻女，拒绝在我身上多花1分钱，我自己也没有钱，我的钱都被我爸爸骗走了。他说他生病了，要10万块动手术，我就把自己工作好几年以来的积蓄都给他了。可他骗了我，他没病，只是想给我弟弟买房子。后来我想要回这些钱去治病，他却骂我是讨债鬼，是骗子，是赔钱货，然后把我赶出了家门。我只能在狭窄的出租屋里不停地吞咽止痛药来止痛。再后来药也吃完了，我就痛晕过去了，睁开眼就来到了这里。
我说完，万籁俱寂，唯有天上的弹幕在滚动。呜呜，眼睛进压路机了，好惨啊！好可恶的男人，为了给儿子买房，连女儿的命都不要了。其实说出这些话时，我心平气和，完全没有伤心的情绪。可能是因为不抱希望，所以就不会有失落。可谢微行却把我拥进怀里，轻轻拍了拍我的头。这些年辛苦了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堤坝轰然倒塌，眼泪像开了闸一样涌出来，怎么也止不住。我埋在他怀里，抽抽搭搭的，好像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全哭出来。半晌，我抹了抹眼泪，那大佬你呢？你是为什么来到这里呀？自杀。谢微行回答的干脆利落。啊，为什么要自杀？因为不想活了。我错怪你了，谢微行，原来你不仅漠视玩家生命，是自己生命也为粪土。这脑回路，这俩能组成一对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时，大门被从外推开，剩下3位玩家扶着膝盖喘气。妈呀，我终于到了！7点钟声准时响起，地平线彻底吞没最后一丝光线。我朝幸存者里瞄了几眼，唯独不见那位嘲讽我队友傻逼的男生。翻看世界频道的记录，才发现他在笑我队友傻逼后不久就被妖兽群体围攻了，死相凄惨，只剩下一堆断肢。我摇摇头，活该。久违的欢快声在头顶响起，恭喜各位准时到达目的地的玩家，目前存活4人。等等，4人？可是这里有5个人啊！其他玩家愣住了，哪有5个人？我下意识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可谢微行不见了。我疑惑地四处打量，明明刚才他还站在这里，只有身上的冲锋衣告诉我，他确实存在过。系统继续发话，首先恭喜坚持到最后一关的玩家，一路上辛苦了。我们为大家备好了可口的饭菜，请大家稍作休息。传送阵将于0点开启。餐桌很大，一共有20个位置，每个位置面前都放着冒着热气的饭菜。我就近拉开一张凳子坐下，却心不在焉，一直默默望着周围，试图找到谢微行的身影。剩下的几名玩家累极了，一路上颠沛流离，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作用下，纷纷大快朵颐起来。我叹了口气，也开始小口吃着。砰！吃到一半，突然有人顺着椅子倒了下去，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，短短几秒便没了声息。室内静了一瞬，顿时一片慌乱。有胆子大的玩家探了探他的气息，随即腿一软倒在地上。死了！饭里有毒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剩下的2个人开始抠自己的喉咙，试图将吃进去的饭菜吐出来。我无措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是否该和他们一起扣嗓子眼。刺啦一声，天上突然出现了一块半透明的电子屏幕。哇，这一关还是这么阴险啊！先礼后兵，用温暖的假象放松玩家的警惕，实际上在饭菜里下了毒。喂，那几个别扣了，毒是随机放的，你们运气可真好，嘿嘿。我呆呆地望着上面飞快闪过的弹幕，脑子里又浮现出开头系统所说的话。记忆和现实重叠，系统欢快的声音再次回到耳边。我们的宗旨是没有绝对的公平，运气值是相对的，有利有弊。运气值低，碰到终极 BOSS 的几率低，但碰到妖兽的次数会更多哦。啦啦啦，游戏结束，现存玩家3名。弹幕一溜烟的烟花特效，完结撒花。这个副本真的很难，因为有可能在你通过关卡前1秒就被 BOSS 拧断了脖子。这次通过率高纯是因为 BOSS 被牵制了。热知识 ，BOSS 很擅长控分，每次都精准无比的将玩家生存人数控制在1个人左右。这位长得很乖巧、很可爱的玩家叫啥？下次我先抱大腿。原来 BOSS 喜欢乖的，早知道我就不装了。楼上 BOSS 只会问你没有镜子也有尿吧？游戏彻底结束，其他人纷纷长舒一口气，我的心却一直紧绷着。谢微行的身份已在我心里揭晓，只差最后一刻，他便可以将玩家一举绞杀。可他为什么不见了？我和剩下的2名玩家都没再交流，只静静望着天上滚动的弹幕，等待着0点的到来。终于，不知道等了多久，0点的钟声响起，昏昏欲睡的玩家也清醒过来。弹幕的链接也在这时候被断开。传送阵仅开启10分钟，请玩家尽快确认，否则会永久留在这里哦。另外2人很快就确认了，2道金光自他们脚底冲起，他们的身影随着收束的光线消失。屋子里只剩我1个人了，内心摇摆不定。我最后一次望向谢微行消失的地方，最后抬起手，即将点击确认。可就在这时，封闭的大门忽然打开了。我怔怔望着门外那人，呼吸几乎停滞。他还是那一身短袖，可短袖上却沾染了许多5颜6色的不知名动植物的液体。他慢慢靠近我，朝我伸出手，布满细碎伤口的掌心静静躺着一朵蓝色小花。他将花朵塞到我手里，那花瞬间化为一阵热流，流经4肢百骸，最后汇聚于我的心脏。永生花可以治愈你的癌症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将我轻轻一推，通关了，走吧。我被推到传送阵里，回首，他却孤独地站在原地，另一只手上仍在滴血，血液滴在地上，
绽开一朵朵鲜艳的花。我焦急地拍打着传送阵的屏障，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他静静看了我几秒，轻轻抬手，轻而易举穿过屏障，恶劣地将自己的血液抹在我眼角。走去哪？我又不是玩家。我对他的言外之意恍若未闻。他目光紧锁着我，语气可以说是冷淡。不怕我吗？我迎上他的目光，毫无畏惧。不怕。谢微行微怔。我本来就快死了，和你这一路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。你比那些人都要好。现实中与家人缘薄，不受重视。游戏里零运气值，人人唾弃嘲讽。只有你愿意和我组队，保护我，带我一路通关。你说我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谢微行还想再说什么，可系统却打断了他。传送阵即将关闭。10、9、8、7，地动山摇，房子开始动摇，像极了地震。谢微行扯出一个笑容，明明很顽劣，那眼神却让人感到很悲伤。他一定很孤独吧？他将一个黑色圆状物塞到我口袋里。我离不开这里，你带一只恶魔果实走吧，以后碰到坏人就把这个塞他嘴里。小倒霉蛋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下次见。浓雾渐起，他的身影渐渐隐匿。下次是什么时候啊？我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，只能焦急大喊。可回应我的唯有眼前坍塌的世界，以及谢微行消失的眉眼。呼！我从梦中惊醒，窗外天光大亮，眼前依旧是杂乱无章的出租屋陈设，感觉自己做了个好长的梦。梦里男人的面孔挥之不去，手边碰到什么东西，拿起来一看，是一个纹路复杂的黑色果实，是谢微行给我的。脑子仿佛有什么炸开，巨大的失落涌进胸膛。原来那不是梦，我将脸埋在膝盖间，痛哭出声。刺耳的铃声响起，我被迫从情绪中抽身，拿起手机，上面的来电显示是我爸。接通那一秒，铺天盖地的谩骂从话筒里传来：贱人，你死哪去了？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我和你弟弟得了癌症，肯定是你传染的，赶紧给我滚回来。我爸和我弟得癌症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呆滞了片刻，连忙打开家族群聊。我一路翻着聊天记录，在那些不堪入目的全是辱骂我的信息中，逐渐拼凑出事情的原貌。原来我竟然离开了整整1个月之久。在这期间，我爸爸和弟弟检查出癌症，同我一样晚期，只能等死了。不对，内心涌出一个绝不可能的念头。从巨大的震惊中缓过来，我换了身衣服，匆匆赶到医院。电脑前，医生捏着我的病历单，眉头紧锁。半晌，他又舒展了眉眼。恭喜你，癌症痊愈了。这可真是医学奇迹呀！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配合我们医院做个小实验？浑浑噩噩走在路上，欣喜和难以置信冲击着我的大脑。本就时日无多的我，已经打算自杀，可没想到进了一趟恐怖游戏的我，竟然痊愈了。谢微行，他那张溅满鲜血的脸在我脑子里飞快闪过。对，一定是他。我迫切地想回到家，想要找出他当时送我的那个恶魔果实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但我此刻真的很想见见他。等我回到家里时，却发现家里一团糟，仿佛有小偷来过。房门被砍烂，客厅翻箱倒柜，厕所的方向还有乒乒乓乓的声响。下一秒，一个人从厕所里探出头，是我爸。他拿着菜刀，砍红了眼。贱人！他举着菜刀朝我走来。我慌不择路，直接冲进房间，把自己反锁在里面，满身惊惧地躲在床头。菜刀砍门的声音和心跳同频，心尖一颤一颤的，我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。年久失修的房门不堪重负，再加上我爸疯狂的动作，门很快破了。慌乱间，手碰到一个小玩意儿，是分别前谢微行送给我的恶魔果实。碰到坏人就把这个塞他嘴里。菜刀已经砍下，我避之不及，只好在他砍下来的一瞬间伸手去挡。菜刀划过我头皮，而我也精准地将手中的果实塞进我爸嘴里。头上传来刺痛，鲜血从额角流下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血红。菜刀落到地上，发出嗡鸣。我爸紧紧掐着自己的脖子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最后他死不瞑目，倒在地上时，手指还死死指着我的方向。一团黑色雾气从他张开的嘴巴里涌出，随后消失不见。我惊魂未定，脱力滑落在地，头上流下的血液已经濡湿了衣领。我感到眼前阵阵发黑。我不想死，我才刚刚摆脱了癌症，我想活下去，谁来救救我？我捏着领口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意识朦胧间，眼角烫得厉害，耳边模模糊糊传来一个欢快的声音：芜湖，异世界之门已开启，即将进入下个副本，请玩家进行确认。同时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是谢微行。他说：小倒霉蛋，来玩吗？视线归于黑暗之前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：来。